电商盛行，实体手机店一周也卖不出几部手机，他们究竟靠什么开店？难道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副业？这里是知识天梯，相信很多80、90后人生的第一台手机都是在人山人海的线下实体店购入的。手机实体店的巅峰大概在10年前，当时国内正值3G 转4G、功能机转智能机以及国产手机品牌崛起3大转折点，每家店的生意都异常火爆。具体能达到什么地步呢？据业内人士说，当时每台手机的利润平均在3至400元，每天只要卖出3部手机就可以日入1000。实际上，当时有些店一天可以卖50部左右的手机，年入100万不是梦。就算再不济，一个不到10平米的档口，每月都能至少盈利1-2万。要知道，那时全国的月平均工资也不过3000元。一时之间，手机卖场遍布大街小巷，热闹非凡。因为生意过于火爆，中国最大的电子卖场华强北一铺难求，一节长1米的手机柜台租金被炒到30万。而当时的手机线下渠道之王迪信通，凭借这股热潮，在2014年成功上市，全国各地开了3000多家门店，每年消费者有近1亿人。随便走进一个城市的商业街，别的不一定有，但各式手机门店绝对少不了。2016年，国内手机出货量达到峰值，一年5.6亿部，其中有近82%都是线下卖出去的。可以说，那时的线下门店撑起了手机销售的一片天。一切的转折都发生在2018年，经营实体手机店成为了大多数人口中最难做的生意之一。一天生意比较好的时候，也只能卖出1-2部新机，销量暴跌还不说，每部手机的利润也大幅下降。曾经一部金立手机的销售利润是400块钱，现在一部8000多的苹果手机，顶天也就只有100-200的毛利。其他品牌的手机更是不用多说了，基本赚不了几个钱。很多手机实体店抵不住连年亏损，纷纷闭店，另谋出路。就连曾经的手机线下渠道龙头迪信通也没落了。截至2019年上半年，迪信通门店数量减半，创始人都转让了股权。现在再走入线下数码商城，大部分档口空空，就算是坚持下来的大部分商家，门前也是冷冷清清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近年来已经有超过10万家手机店倒闭。很多人都说这些线下实体店是被电商卷死的，但其实事实远不止如此。线下手机店大大小小的店面基本都冷冷清清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使一个行业如此快速的崛起又落寞呢？首先，肯定与电商行业的崛起脱不了关系。尤其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，能动一动手指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为什么还非要亲自出一趟门呢？何况对于大部分外行人来说，手机硬件的性能参数，就算线下见到实物也很难判断，加上老板一张不知几分真假的嘴，还不如电商网页上标的明明白白的数据来得让人心安。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不说，一些线下商家还偏要自己作死。线上电商平台也有官方门店，价格公开透明，通常比线下经销商便宜，保修卡发票一样不缺。而有的线下商家仗着消费者存在信息差，遇到外行人就一个劲加价。说一个遇到的实例，配置相同的笔记本电脑，电商平台3000多，线下实体店找熟人5000。坑踩多了，谁还愿意继续当冤大头，在线下买手机电脑呢？而且现在的互联网时代，消费者的消费习惯模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。简单来说，曾经的消费行为顺序是 AIDMA 模型，对商品产生兴趣之后，渴望拥有，对产品品牌形成记忆，直接购买。但现在的消费行为顺序是 AISAS 模型，对产品产生兴趣和注意之后，会对相关产品和品牌进行信息搜索，货比 N 加才会购买。之后还会用社交媒体进行购买体验分享，影响后来的消费者。这种情况下，搜索、行动、分享形成了一个小闭环。传统的手机门店往往忽视了这个小闭环，而大型电商平台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，可以让人方便地搜索产品信息，比较价格，并与其他人分享购买心得，这就是他们一大优势所在。
线下电子数码店铺没落，还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原因，那就是国产手机厂商的高端化。因为行情不景气，很多实体手机店都放弃了从前盛行的个体通讯店模式，转而做品牌专卖店，试图避免压货带来的损失。尤其是近年来，各大国产手机品牌卯足劲把门店开到各个城市最繁荣的地段，致力于打造高端化的标签。很多手机经销商也跟着就把店开进购物中心，开店成本随之水涨船高。结果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，进店体验的人倒是不少，可基本都是只看不买，实际成交量低得可怜，这让残存手机店倒闭的更多了。活着的大部分手机店盈利都很稳定的呈下降趋势。近年来，很多手机店销量都不高，他们到底是靠什么活着？手机店光靠卖手机肯定是没多少利润的，他们大多为消费者提供修理和贴膜保养等服务，贴膜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，而修理手机更是赚钱的一大机会。毕竟这些店铺能够以较低的成本采购配件，并且还能收取人工修理费用，一部手机修好后可以带来可观的利润。除此之外，手机店一般都提供各种手机配件，如手机壳、耳机、数据线等。由于便携性的诱因，很多消费者选择直接在线下门店购买，因此销量非常可观，可获取的利润丰厚。买手机多半也存在着办理电话卡的需求，因此不少手机店也会选择和通信运营商合作。我国3大通信巨头会争相与手机店合作，承诺手机店每售出1个号码都会向其支付一定的佣金，这就是手机店从通信运营商那里获得的第1笔收入。第2笔收入来自于套餐销售。当你购买手机时，店员会向你介绍各种不同的话费和流量套餐，只要你在手机店办理了套餐电话卡，并且这张电话卡还在使用，办卡的手机店就每个月都能从中抽取一笔费用。近年来，随着手机功能不断升级，性能日益强大，价格也水涨船高，有些手机甚至售价达到几千元甚至上万元。为了满足消费者的购机需求，许多手机店开始与金融公司合作，推出了分期付款业务。这种购机方式既能满足人们的需求，又不会给他们带来太大的经济压力，符合当下年轻人的消费观念，因此它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热捧。而每办理1个分期付款业务，手机店都能从金融公司那里获得一部分分成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我们对待电子数码产品的态度就是，线上销量再高，线下没有千百家门店，一律按杂牌论处。所以常见的品牌，但凡有点实力的，都在不断扩展自己实体店的规模。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大多数手机店都是品牌直营店，这些店最主要的目的不是直接卖产品盈利，而是提升品牌影响力。比如说像华为、小米，还有很多大型手机服务商都纷纷开设自己的品牌线下体验店，还有堪称业界内售后服务楷模的 vivo 和 oppo。比起华为、小米喜欢开在商圈，蓝绿双色兄弟更爱下基层，专柜授权店铺遍地开花，用服务弥补产品的不足。除了以上的因素，商家经营品牌直营店还能够获得一些补贴支持，这些补贴可能包括广告费、陈列费和培训费等。电商飞速崛起，许多消费者倾向于先到实体店体验，再跑去各大电商平台寻找更优惠的价格。这种趋势下，给实体店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因此各行各业都需要找到应对电商挑战的突破口。实体店可以与电商合作，将线上线下相结合，为消费者创造更好的购物体验。知识 TNT， 专注你不知道的实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